我真的觉得作者尽力了。今天他扣在的一个主题是那么的大，他是在讲战争，在讲仇恨，在讲种族。今天你要给出一个解答，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有点难的。我甚至觉得这些问题的解答在现在的人类社会中都还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当然不可能相信漫画会给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完美结局。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又回到了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呢，我就不会看稿，改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讨论网红圈啊、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进击的巨人》，因为这个漫画呢，它其实是在2年前完结的，那引起了超大的轰动。然后呢，在最近动画终于真的要完结了，你确定吗？那么这期呢，就会来回顾一下，我觉得《进击的巨人》这部作品到底厉害在哪边？对于最后大结局又有什么想法？那要提醒大家哦，今天的讨论一定会讲到大结局的剧情，所以还没有看到结局的，可以等看完结局之后再回来看哦。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常常出门但超讨厌大包小包拿一堆东西吗？末日旅行外套 ARK 由台湾顶尖穿搭品牌 PlayMe 以及设计团队 All Rover 联手打造。外套拥有9个口袋，轻松的放入手机、眼镜、雨伞，甚至放 iPad 也没有问题。它可以正穿、反穿、当背心穿，再加上防泼水设计，1年4季都好穿。而且外套只有800公克，超级轻巧，不论是出国旅行、日常通勤都很方便。心动的话，马上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嘖嘖官网购买商品，输入专属折扣码7777，再享200元优惠，一起穿上ARK，享受轻松出门的自由感吧。可是我觉得呢，在聊结局之前，我们应该要对于动画版的完结篇简单来介绍一下，因为它实在是完结过太多次了。动画完结其实是4次，第一次呢是在 The Final Season 就最终季，它是在2020年底播出的，结果分成了2个部分，然后当时呢只播了最终季的 Part 1。第二次呢是最终季的 Part 2，在2022年播出，但又有一段就是最后大结局没有演出来。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心里面觉得说，哇，我终于要看到最后了吗？结果发现，这段部分没有。剩下的内容呢，以完结篇之名，在今年的3月播出。结果这个完结篇呢，又再被分为前跟后2篇。当时只播了完结篇前篇，最近要播出的是完结篇后篇，应该就是真正的大结局。我想要先问一下，以志祺的观点来讲，你觉得它厉害在哪里？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可以分成2个部分来看。首先就是它的人气是真的非常的高，它到底有多受欢迎？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来看。2014年上半年，它登上了日本漫画销量的冠军，它打败了蝉联5年冠军的《海贼王》或者《航海王》。那虽然呢，在中国它其实被禁，因为它讨论到了很多你知道比较一些残酷的自由的议题，但是呢，它的最终季的 Part 1还是登上2020年度的哔哩哔哩用户票选动画冠军，超级有趣。你就知道它的人气是可以突破很多的限制的，就是跨越强的另外一端。它的票数呢是第2名的《咒术回战》的3倍多。然后最终季的 Part 2呢，它上架的时候，它一度冲上了这个 IMDB 全球最高分的动画影集，真的是在不同的排行榜都夺冠。而且它是那个时候它是挤下了霸榜很久的钢炼。另外呢，有一个数据分析公司，它是说《进击的巨人》呢是2021年全球最受欢迎的串流影集，赢过所有真人影集的意思。对，在前1年跟后1年呢，被他们评选为最受欢迎串流影集的，分别是《冰与火之歌》还有《怪奇物语》。这个名单它是以全球的网络的搜寻声量啊、串流的次数、影片下载量、社群讨论度等等的数据为指标所分析出来的，所以你就知道它是很广泛的、全面攻占大家的心。刚刚问志祺的是，你觉得《进击的巨人》厉害在哪里嘛？那刚刚提到的是它真的非常红，可是它红到能够这么破圈，你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原因存在吗？我记得我第一次意识到《进击的巨人》很红的时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发现我们班上有一群女生朋友，她们那时候其实都不是动漫的受众，但是她们竟然在讨论巨人。那个时候就是巨人的动画第1季刚播出的时候，然后他们说哇，这个东西超好看的，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串流还没有那么普及，所以大家其实是要透过一些盗版的方式去拿到，所以这个一样有个强的那个门槛。对，可是他们居然跨过这个墙，他们为了要追寻巨人呢，跨越了这个墙。因为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在前期看漫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故事蛮赞的，可是那个画风其实蛮多人吃不下。后来好像就是动画播出之后，就有超多人开始看。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动画它竟然有那么大的破圈的能力，尤其是第1季啦，它把很多的角色变得比较可以辨认。巨人的作者一开始他其实不太会画角色，所以像是巨人的那个角色，他不是有很多那种线，然后那个是他一个招牌，但一开始其实是因为他不太会贴网点，所以他用那样子来表达他的阴影，最后就变成了他的一种招牌。他的
很多的角色之间的确是不好分辨。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也觉得，等一下这个人是那个人吗？但是动画的确透过颜色啊，更好的人像的处理，让他可以走出去，让更多人因为角色好理解，所以你更容易进去到角色的情境，然后理解到这整个故事。像是这个动画化它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之前曾经跟一个台湾蛮大的漫画出版社的头聊过一次天，那时候我是很想要推荐他去出版某一部漫画，因为我说这部漫画真的太好看了，就是一定要出。他就看了，他说这部作品真的不错，可是他没有办法出，因为他没有动画。他说台湾现在的漫画市场其实非常的少，导致说他如果今天要透过漫画来赚钱，他必须要依赖的是动画化这个爆发力。然后他觉得最好的漫画就是他可能前面已经累积了，例如说10集左右，然后他出了一部动画，这个时候呢，就新的也会卖得很好，然后连带把旧的东西也卖好，所以他需要等到动画化，让所有的人都关注这部作品之后，他才能够带动销量。但如果只是一部好作品的话，他其实漫画在台湾是没有办法卖的。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也可以来聊晋级的巨人，他可以破圈，他到底是神在哪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命题其实很吸引我，就是对于自由的探讨。他其实是有很大幅的打斗画面嘛，其实跟很多的王道漫画其实是很像的。可是他又加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命题，而且他好像一直有在针对这个命题，透过不同的剧情在堆叠它，你就觉得说哇，这个作品感觉很有深度，所以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很神的原因之一。这个蛮有趣，就是让人产生共鸣。这让我想到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做国际的游戏，他觉得越在地越国际这句话他是打一个问号的，因为他说今天你要吸引大家的关注，你其实是要找一个国际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元素，在里面放入一点点在地化的元素。所以我今天我们要使用一些国际有共感的元素，像是对于自由这是一种共感，或者是他前期其实他放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悬疑片，其实在好莱坞的影响下已经变成一个国际的元素，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像鱿鱼游戏、大逃杀，它是一种全球习惯的东西，透过这些东西来让你自己的故事得到第一波的关注，而且有了谜团之后，大家会想要持续的追踪讨论，适合在社群上面被扩散跟分享。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之后，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让网络上面讨论逐渐增加的很重要的点。因为如果我今天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打斗好，在现在这个时代打斗打得漂漂亮亮，大家不会有什么讨论，因为你不会想要得到别人的想法，你就说我觉得他今天放这个万劫很酷，旁边人不会这样讲。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他怎么样在一开始取得更多人的共鸣。第二个让我觉得他神的地方是王政篇的开始，因为我前面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可是一到王政篇之后，我就会发现那个世界被翻转过来嘛。没错。然后又发现原来他这个翻转不是随便转他后面要设定的东西跟前面的铺陈全部都有关联。所以我是在王政篇之后，我自己把它定义为哇，进击的巨人可能是神作哦。而且我觉得在进入王政篇之后，像很多那些强的隐喻，还有那些族群冲突、仇恨的循环的这些隐喻，它其实可以被套在每一个人都心有所感各式的历史事件或冲突。但是最近我们以哈战争那一集，其实下面就有很多人提到进击的巨人，然后我觉得或许就是强的这个很具象的隐喻，因为剧情它一开始其实是墙内的人多半不介意活在墙里面，就是这种活在被限制的自由里，反正生活很平和嘛，直到有一个巨人打破了这个平和的状态。所以以台湾来说，那么多朋友可能第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想到了中国，想到了我们自己的处境。但我觉得他有趣的地方是他一直在讨论一个代价，今天他不是一直单纯的去追求自由最棒最棒，但他同时也去呈现了获得自由你必须要付出了什么样子的代价。特别是在最终的结局里面，你可以看到最想要追求自由的爱莲从来都不自由。对，因为他一开始就看完了整个剧本，所以他是最不自由的那一个人。但他期望带给别人自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多元的叙事角度，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讨论它跟观看它。所以有哲学的角度，有战斗的角度，有漫画的角度，动画的角度，这些里面产生的很多解读跟玩味的空间，就让更多人愿意投注在这个作品里面。作者他其实也说过，他很喜欢用不同人的角度去讲同一个故事，你这样看到的面向会截然的不同。像是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段落，是团长带着一群兵说我们要去冲，然后打，那个瞬间你就想说，这个关键不是应该是团长吗？但是没有，他放了一个一般的小兵要去冲锋陷阵，等一下就要去吃阿便的一个人，就用他的角度来看完那一小段，你的代入感变得非常的高。然后我觉得那段也是蛮厉害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从比较像是文本的角度来看，里面呢其实它有很多的旁白，它不是一个真的别人或是上帝视角，而是里面某个角色的内心独白。对，所以它是好多个人衔接出来，然后让一个故事跑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有趣的地方。因为很多作品的旁白，它都会是站在一个全知视角，在帮你介绍说现在到哪一个阶段了，发生什么事。可是呢，京剧里面它很多地方是透过阿尔敏来当旁白，再从他的角度然后叙述那个事件，所以甚至有人以这个点来猜测说会不
会其实整个结局都是阿尔敏的梦境？你刚刚讲到这一点，我觉得它有一个玩味出现，因为大家是在听别人的叙事，你的资讯是被喂食的感觉很明显，因为里面他会骗神，然后你就讲说，对啊，角色他其实不都是讲真话吗？然后你就开始跟着被骗。你其实是在作为一个观众去听一个相对不可靠的故事，你有可能会被误导。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才会一直出现，哇，你的认知一再被翻转，这也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很好玩的地方。可是我们刚刚其实在讲的都是关于这整部作品我们的想法，可是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动画版的结局要出来了。你对于动画原著的结局是有哪些遗憾啊，或是你有觉得哪些地方是你觉得蛮可惜的吗？我觉得它有一个困境啊，就是说今天大家喜欢这部作品，它是架在很多逻辑上，就我可以去探寻找到这个秘密等等的东西，但是最后他把它收在爱这件事情上，我会觉得一般作为一个观众跟我期待有一个落差，而且这个爱本身在前面没有铺陈的那么多，所以我在那个时候一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会有点期待那么高，你给我这边我觉得他除了期待有点不符之外，我还有一点看不懂，因为他后面的节奏其实进行的很快，几句话他就把它解释过去，可是他其实是最终那个结局为什么会这样产生的重大关键。对。然后比如说尤米尔对国王的爱就是一句话告诉你，没错，他没有铺陈尤米尔是爱着国王的。然后再来，尤米尔是因为看到了米卡莎对艾莲的爱，我就想说到底什么时候看到的，然后到底是在哪一个阶段他选定的是米卡莎，在这个部分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搞不清楚。我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尽力，我不想要说觉得因为我观众然后就觉得你的作品很烂，我也没有觉得，我还是蛮喜欢巨人的。但我感受到的事情是，他的这个结构其实蛮有趣的，他最后也一样突破了大家想象，原来是他为了要解掉他的一个心结之后，他想要见证这个故事，然后来化解自己的遗憾，可能某种程度是这样子。但是最后你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他非常的赶。而且我老实说，其实关于爱的这个结局，我自己单从逻辑看我可以接受，但我就真的像你所说的，我很希望他能够把爱的感觉铺陈出来。对，所以我非常期待动画能够帮忙把这个地方稍微补上，就把情感线拉开。但我觉得他是爱者的这件事情可能有点难，因为他就最后只剩这几集了。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多都是期待管理的问题，因为过去的巨人他在大部分的地方他都铺陈得很好，伏笔做得很好，所以你会期待他今天要丢出这个震撼弹的时候，他前面要有好好的讲，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发现，大家才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些批评或者是有一些遗憾啦。那我认为动画化他把它拉长了之后，已经更好去了解不同的角色在那么大的一个事件当中各自的一些心情，我觉得已经做得比较好了。但是最后这一点就是希望这个动画版的制作团队加油。但我回过头说，我觉得从剑山创的角度来看，他所描绘的爱也是蛮有趣的，有一些很迷恋的爱我也觉得很有趣。对，他里面就有一些小小的 geek 的角色，我觉得大家都有那个 geek 或 nerd 的那一面，然后那一面被他呈现出了多种的样态。但我真的觉得作者尽力了。今天他扣在的一个主题是那么的大，他是在讲战争，在讲仇恨，在讲种族。漫画这样子的载体要去呈现，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收束，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有点难的，就有点像是探讨一个全人类那么长的历史以来，今天你要给出一个解答。它很难，我甚至觉得这些问题的解答在现在的人类社会中都还没有出现过。对啊，所以我们当然不可能相信漫画会给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完美结局。没错，但其实我已经觉得他试图给出很多角度的解释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数字来看啊，这个集数来说，它的篇幅到底够不好？结局那时候我们就在那边算啊，它的前3季呢是59集，一集24分钟，那涵盖的漫画呢大约是90话的这个内容，一集24分钟的话，这是1.525话这样子的漫画量。那如果是最终季的这个 Part 1加 Part 2的话呢，总共是28集，一集24分钟，涵盖漫画呢是约大概40话，所以它后面呢其实一集24分钟大概等于1.428话的漫画。完结篇的前篇呢，它共一集嘛，60分钟，相当于一个普通长度2.5集，它涵盖漫画是4话，所以至少它你稍微的变多一点点啦，就是每24分钟大概是1.6。那完结篇呢，它后篇共一集，那假设它也是60分钟哦，它剩下的漫画5话的内容是每24分钟是2话的漫画，但其实变更赶了。我们现在其实录的当下，最终完结篇是还没播的，对，所以我们现在心里面就是给一点期待，但我们可能也不要期待太高。我是没有期望说动画补什么东西，我希望动画是能够把这个结构好好的呈现出来，然后透过 BGM 气氛，让这个故事能够有一个最好的位置跟状态去迎接那么多期待它的大众。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录影的当下呢，这个动画的大结局还没有播出，但等到大家看到这集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播出了。所以呢，想来问问看，已经看完动画大家，你喜欢这个结局吗？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聊聊进局的巨人动画完结。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
对于这个结局跟整个故事回顾的话，志祺你有最喜欢的角色吗？我就是一个非常大众的人，如果买公仔的话就是买兵长。买兵长，兵长很帅啊。如果要论角色的话，其实我最喜欢艾尔文，就是有个领袖的魅力，然后很坚持。对，然后他可以为了那个坚持，尽管痛苦，但他知道要牺牲的那种形象，然后很聪明，能够布局，这些都是我蛮喜欢他的。而且最后兵长也是不断的问说，你们的牺牲这样子可以了吗？同袍之间的情谊让我对这两个连接起来又更深了。我其实也蛮喜欢韩吉，像我这边模仿他很 geek 的部分也是都是追求他们自己心中一个伟大的目标，愿意为了这件事情以始为终。我觉得这都是蛮让人感到敬佩的。那如果是主角三人，我觉得有分不同的阶段这个作者他把力量、智慧跟勇气这三个东西分给不同的人，但是我觉得阿尔敏在后面他的智慧用的有点少，他就消失了，他好像就旁白化了。米亚莎到从头到尾都还是非常的坚强，我觉得他不只是坚强，就是很强。爱莲是因为他是不自由的，所以他卡在那个地方。如果这是这三个人的话，我好像会喜欢爱莲，就是他其实都知道了，他就是走过去了。对，但中间的时候会觉得说，爱莲到底在干嘛？他从最受欢迎的主角之一变成了漫画史上最强大的反派。可是到了结局的时候，我真的有觉得说，哦，整个回过头来看，爱莲还是还不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空的玩味。当你突然知道说，对耶，爱莲她因为这个能力，她其实从头已经看到尾了，她还是决定要做出这一步，因为这是在她可见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的时候，这个结局是我会把我自己就弄掉，然后我没有办法见证这些好朋友他们最后的生活。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对，那我另外还要说一个软弱的代表，然后我蛮喜欢的莱纳，他的选择跟他的那些情绪跟他的懊悔都好真实哦。而且他是你看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软弱人，但给他一个盔甲巨人，就是他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玩味的地方。我最近还读到一个文章，就在讲说，愿意把自己软弱的那一面呈现给别人看的东西，其实它是一种坚强的展现。或许莱纳其实还是蛮坚强，而且他可以在最后遭受那么多攻击的时候，努力撑在那里。还行，莱纳，你可以坐着好好休息啊。